那這種不典型的哮喘，如果長期當成是氣管炎或者是心臟不好，拖着不治，甚至是治錯了，那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这个後果是很嚴重的，就是哮喘和氣管炎呢，它的治療的方式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氣管炎的治療方式是消炎藥啊，咱們平時知道的這個佐氧或者莫西等等要長期吃。那種消炎藥，它是對於哮喘的症狀是沒有任何的改善的一個這個方式的和改善的一個優勢的。那在這個哮喘的發作過程中呢，如果說它嚴重影響到了睡眠、生活質量，或者是導致焦慮，或者是由於這個哮喘的急性發作導致了一個生命的危險，那都是一個影響是非常大的。就是長期得不到控制的一種哮喘，它是一個持續的炎症。那這種炎症會導致氣道結構發生變化，氣管壁增厚，醫學上叫做一個氣道重塑。但一旦發生了氣道重塑，那肺功能下降就變成一個永久的。也就是說，這種哮喘呢，如果說你不去治的話，這哮喘的發作會越來越頻繁。它也不可逆。對，它變成一個不可逆的這個肺功能減低。那更危險的是一部分的一個不典型的哮喘呢，如果一直不治療，未來可能會發展一個典型的伴有喘息的嚴重哮喘，就是剛才提到那種有那個拉風箱那個聲音的這個哮喘。那急性發作以後是非常的危險的，可能會這個導致一個這個生命危險或者是其他嚴重的併發症。那其實這個後果我們聽起來已經覺得非常毛骨悚然了啊。那對於我們的中老年朋友來說，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及時的發現和揪出來這個隱身的哮喘？有沒有一些比如說它和我們日常的這個生活當中出現的那些普遍信號不一樣的一些預警呢？有的。請各位中老年朋友啊，記住以下幾個關鍵詞。第一個就是夜間，然後就是凌晨，還有就是刺激性的乾咳，還有就是莫名的胸悶，都能囊括出剛才這幾種哮喘的一個典型症狀。那如果您咳嗽或者胸悶有以下幾個特點，要警惕了。第一個就是時間超過8周，第二個就是在夜間或者是凌晨加重，第三呢就是有冷空氣、油煙、灰塵等明顯的誘因的一個誘發，第四呢就是使用普通的感冒藥、止咳藥、消炎藥，這些效果都不好。那出現這種症狀呢，就應該去呼吸科，而不是簡單的歸咎於咽炎或者氣管炎。去呼吸科呢，就是需要做的檢查就是肺功能，可能去吹那個氣兒。那吹氣兒過程中要配合大夫，配合大夫過程中就是可能讓你使勁的吸氣或者呼氣。那個配合好了以後，就可以發現那種特別早期那種哮喘，或者是早期的慢阻肺，就可以提前用上藥，預防這個肺功能的進一步的惡化。所以聽起來其實是一個我們日常當中應該去敲響警鐘的一件事兒哈。那我們簡單的總結來看呢，就是老年的哮喘其實它有可能會產生變化，會發生變臉哈。咳和悶呢，它是一個主漸的症狀。夜間加重，晨起容易誘發，常規的用藥效果比較差。無論呢是慢阻肺的進行性加重，還是哮喘的變臉隱身，其實最終呢都有可能體現在日常的一動就喘上。那我們再請教一下運醫生啊。這個喘的程度我們怎麼樣去衡量它？比如說每個人的感受其實是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哈。有的人覺得我可能就是有一點喘，但有的人可能覺得這個喘息已經蠻嚴重的了那這個時候有沒有一種簡單的、安全的，我們在家就能夠做的方法，讓我們對於自己、對於我們的家人的這種活動和耐力有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好的，是有的。在臨床上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實用的測試，叫6分鐘步行實驗。就是今天教給大家一個簡化版的，主要用於自我觀察這個肺功能的一個變化，看看這個記錄一下趨勢，看能不能一個代替的一個醫生的一個診斷。那這個呢，測試的核心就是在一個安全的前提下，就是周圍環境是一個穩定的，然後沒有風啊，或者是這個環境相對安全，然後以及這個時候啊有一個要點，就是千萬不要您在已經發生了肺炎或者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時候測，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呢，您就平靜的走6分鐘，以您最快的速度去走，看看能走多遠，然後這個距離來判斷您是不是這個肺功能的一個狀態。那您幫我們具體的詳細的說一說具體比如說它的操作方法，需要準備什麼，還有哪些的注意事項？
好的。首先呢，就是安全第一。如果说您近期的时候有心脏不適、胸痛、胸闷、头暈，或者是血压非常高，就不要做这個測試了。最好是有家人陪伴，在一個平坦的、安全的、少干擾的走廊或者是客廳。這個可以，這個距離比較短，20到30米，也可以稍微長一點，就是你可以做折返的一個步行，然後來算這個距離。那直線距離呢，20到30米，兩頭要做好標記，準備好一個計時器。或者是手機，拿一個記錄本，測試前呢，先靜坐休息10分鐘，感覺自己的沒有心慌，沒有氣短，然後再站起來以後，以您覺得自己那個稍微費點力，但是還能堅持的速度走完這個6分鐘。在這個6分鐘過程裡呢，如果說是有喘憋的厲害了，或者突然胸悶了，就暫停這個實驗。那更重要的是呢，要密切觀察和詢問在走過程中的這個感覺。感覺，您說一說這個感覺哈，就是我們需要注意哪些指標？比如說，我是覺得喘息了，還是我覺得這個心率加快了，或者是哪些指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另外，在走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要停下來了。好的，就是這幾個指標大家記住一下。第一個就是呼吸困難的程度，就是剛才說的這個6分鐘呢，是一個微微氣促，也就是說您能持續往下走下去，不是說越走越累，越走越累，您扛不住的情況。就是如果說出現了一個喘的必須得停下來了，或者再走一點就馬上就得停下來的情況，這個時候您需要停下來，或者是休息一下。第二個呢就是心跳。在是否感覺到心慌的厲害？如果說這個時候走過程中心慌特別厲害，您就需要休息暫停。第三呢，就是腿腳，就是在過程中因為肌肉痠痛而走不動，也需要停下来。第四呢，就是嘴唇的顏色。這個過程中呢，如果說家人看到您的嘴唇顏色如果有發紫發暗的這情況，說明您是有缺氧了。然後呢，但是您自己可能因為有些老年人他有慢阻肺啊。或者是這個有哮喘的老年人，他自己其實已經長時間耐受缺氧了，但是他自己沒有這種感覺，就會出現第4種情況，就是嘴唇已經發紫或者發乾了。但是呢，這個時候需要旁邊的人觀察，出現以上的情況就建議是暫停的。然後呢，有以下其他的一些情況呢，就是必須立即停止的。那比如說呢，這個胸痛。或者是難以忍受的這個頭暈，嚴重的呼吸困難，臉色蒼白，或者嘴唇發紫，停下來以後呢，記錄停止的時間。那走完以後呢，也要記錄結束的時候的感覺。那這個測試是我們大概比如說多長時間做一次就夠嗎？然後我們記錄下來之後，這個數據我們是要怎麼樣來運用它？建議可以呢1到3個月，在身體平穩的情況下時候做一次。記錄日期、步行的大概的距離、停止的原因，比如說走完了6分鐘，還因為氣喘在3分鐘的時候停下了，就這些都是原因，或者是以及過程中的一些感受。這些記錄的價值在於跟自己前後進行對比，比如說這次走了300米就覺得氣喘不行就停了，那3個月後呢，同樣的條件下走完了6分鐘，或者說距離增加了，那就說明這個活動耐力有所改善。那如果說這個距離明顯縮短了，或者是更容易出現氣喘了，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提示，要去醫院進行檢查。好的，那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動態監測的這樣一個過程哈。